特朗普昭告全球放弃动武，吞并格陵兰一事到此为止。另一边的美军正争分夺秒冲向伊朗。当地时间1月21日，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昭告全球，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格陵兰岛及整个北极地区未来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因此取消原定于2月1日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强调，我不会动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这句话既是对全球舆论的安抚，也是对其国内狂热支持者的微妙降温。毕竟现实远比戏剧性叙事冷静得多。格陵兰之争从来不是一场地缘战略突袭，而是特朗普个人对19世纪美国开疆拓土式总统工业的执念投射，而非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延伸。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19年他就公开表示愿购买格陵兰，被丹麦首相斥为荒谬。但这一念头根植于美国的扩张主义传统。1803年向法国买路易斯安那，1867年向俄罗斯买阿拉斯加，皆成总统青史留名的资本。对渴望比华盛顿还伟大的特朗普而言，若能以一纸支票把世界最大岛屿纳入美国版图，无疑是 MAGA 叙事中最耀眼的勋章。然而时代早已不同，19世纪的购地建立在殖民逻辑与主权模糊之上，而今日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下的自治领地，拥有高度自治权，且 5.7 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反对并入美国。美国民调也显示 72% 的人反对动武夺岛，仅 8% 支持，即便和平购买也有 51% 民众反对。这说明所谓吞并格陵兰在美国国内既无民意基础，也无战略共识。很多人曾渲染特朗普将巧取豪夺，甚至发动战争，但最新进展彻底证伪了这一判断。首先，欧洲坚决反制，丹麦明确画出红线，格陵兰不出售，法德英等7国联合声明强调主权不可交易。北约秘书长吕特亲自斡旋，迫使特朗普退回到谈判框架轨道。其次，美国国内建制派强力刹车，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等务实派深知武力夺岛将彻底摧毁跨大西洋联盟，引发全球孤立。更关键的是，格陵兰本身毫无抵抗能力，却极具象征意义。强行占领一个和平自治地区，将使美国沦为国际笑柄，而非新帝国。于是，在内外合力之下，特朗普的硬核帝国主义被迅速软化为金钱抚慰方案，或向格陵兰居民每人支付10万美元促其公投独立，再签署自由联系协定，使其成为美属领地，或直接向丹麦支付几十亿美元购岛。无论哪种，最剧烈的变化也就是从单属领地变成美属领地。就像波多黎各享有美国保护与部分福利，但无州权、无投票权，主权仍属模糊地带。这并非领土扩张，而是主权外包的面子工程。更重要的是，格陵兰议题自始至终是转移视线的战术烟幕。2026年上半年，特朗普真正的战略重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颠覆伊朗政权。从1月初伊朗全国抗议爆发，到美军林肯号航母穿越马六甲 B-2 轰炸机群即将向迪戈加西亚集结， F-15 翼中队进驻约旦，再到以色列密谋肢解伊朗，所有军事资源正向波斯湾倾斜。相比之下，格陵兰连一架作战飞机都未调动，美军在岛上本就拥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控制权从未旁落。很多早先论点把特朗普描绘成新门罗主义狂人，预言其将吞并格陵兰、加拿大，肢解欧盟，实为对美国政治生态的严重误判。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9世纪那个可随意兼并领土的扩张国家，国会、军方、盟友、民意构成的多重制衡，使任何武力吞并都寸步难行。即便特朗普真有此心，现实也只允许他演一出购岛秀，那就是花钱买名声，而非流血夺土地。更何况格陵兰的战略价值被严重夸大，其稀土、航道、导弹基地等所谓宝藏，要么开发成本极高，要么美国早已通过现有基地掌控。真正决定北极未来的是气候变暖下的航运权与资源勘探权，而非主权归属。特朗普若真关心北极，应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而非沉迷于19世纪式的领土执念。格陵兰风波终将以一笔抚慰金收场，丹麦保住主权颜面，格陵兰获得经济援助，美国拿到合作开发名义，特朗普则收获历史性突破的宣传素材，皆大欢喜。而真正的风暴正在波斯湾酝酿，林肯号正关闭 AIS 信号，争分夺秒冲向阿拉伯海。与此同时，10架 KC-135 加油机正飞往西班牙莫隆基地位 B-2 奔袭铺路。当事人还在争论格陵兰是否会被插上星条旗时，美军已在为一场可能重塑中东秩序的政权肢解行动做最后准备。特朗普妄图架空联合国，还要拉中国一起入局，
中方根本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之前提到过，特朗普近日宣布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还邀请了中俄等大国加入。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个委员会将首先处理加沙问题，然后会延伸至其他热点地区，比如乌克兰，最终可能取代联合国。特朗普在周二的记者会上承认，和平委员会可能会取代缺乏效率的联合国，但他同样看好联合国的潜力，联合国应该继续存在，并协助他维护和平的行动。即便特朗普只是说可能取代，这在联合国成立80年来也几乎没有先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敢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取代联合国这5个大字。特朗普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退群毁约之后，试图另起炉灶，颠覆整个联合国体系。欧洲以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心有不满，但由于担心激怒特朗普，因此也是敢怒不敢言。在这一关键时刻，中方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坚决支持联合国。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力挺联合国，充分表明了我们对特朗普此举的高度警惕。虽然中方收到了邀请，但跟同样收到邀请的俄罗斯一样，对于这个声称要取代联合国的组织保持距离，谨慎对待。实际上，从特朗普宣布和平委员会的构成就能看出来，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际磋商机制，而是一个明显以美国为中心的伪多边组织。首先是成员选择权掌握在所谓委员会主席手里，也就是特朗普本人决定谁能加入，谁不能。其次，该组织的资金和议程设定权也在华盛顿手中，其他国家说的不算。另外，特朗普还把10亿美元换永久席位、捐款换话语权这些概念摆上台面。这套设计本质上就是一个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安理会，谁能给美国上供，谁就能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心里其实很清楚，这种机制一旦成型，最先被架空的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整个多边体系的基本规则。联合国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恰恰是因为它把大国权力关进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笼子里，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你可以博弈，可以否决，可以拉拢，但至少大家还在同一张桌子上讲规则。若大国凭借实力单方面破坏规则，就要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而和平委员会这种东西一旦运转起来，恐怕并没有什么规则与平衡可言。规则是谁定的，议题是谁选的，冲突由谁裁定，最终执行权又掌握在谁手里，答案不言自明。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和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的态度其实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对联合国这些年的低效与内耗早就有怨气；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清楚，一旦联合国真的被边缘化，真正失去安全感的反而是他们自己。因为没有了联合国这个最低限度的多边平台，中小国家几乎只剩下2条路，要么选边站队，要么沉默忍受，不断妥协，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表态分量特别重，中方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系从来不是某个国家的工具，也不是谁想推倒就能推倒的临时舞台。美国自己对联合国体系的破坏其实比任何国家都多，退出教科文组织，拖欠会费，否决改革议程，动辄绕开安理会单边行动，现在又嫌联合国没效率，这在逻辑上本身就是自我制造问题，在指责制度无能。特朗普现在做的不是改革联合国，而是绕开联合国，而绕开的代价最终一定是规则的碎片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的冲突。而在当前这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里，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带头坚持体系本身不能被随意掀翻，其他中小国家才有最低限度的安全预期。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当国际体系被一轮轮掀桌子之后，最后付出更多代价的永远不是掀桌子的那一方。这么说吧，五常里还能有中国这么既有实力又愿意遵守规则的大国，是当下世界之幸。如果连中国都要掀桌子，那这个世界恐怕就真的乱了。普京突然宣布向中国开放远东第一大港海参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几天后，克宫再度传来消息，俄罗斯将与中国联手开发库页岛，再度刷新世能三观。俄乌战争打响后，俄罗斯俨然一副彻底倒向中国的姿态，一个又一个大礼砸到中国头顶。那么，从渴望加入西方阵营到放弃西方幻想，俄罗斯经历了怎样一番历程？全面倒向中国后，俄罗斯又给中国送上了
哪些大礼？俄乌战争打响前，俄罗斯一直都在试图加入西方，愿意向欧美敞开大门。普京不止一次表态，俄罗斯愿意维持开放态度，很乐意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然而一路走来，北约阵营的种种针对打压已让俄罗斯彻底失望。各国方面意识到，无论如何西方都不可能将俄罗斯视作自己人，只会把其视作要打倒的敌人。美国不会放任一个继承苏联70%遗产，并且历史上曾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强敌的存在。所以苏联解体后，美国才会一如既往奉行着对俄罗斯的孤立与制裁政策。从北约东扩到克里米亚冲突，从全方位的制裁到国际领域的处处打压，美国为了打垮俄罗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西方阵营强大的角力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一步步蚕食殆尽，前方只剩下乌克兰一个桥头堡。不甘就此落入北约包围圈的俄罗斯只能选择打响战争，而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断绝了加入西方阵营的念头。尤其是在战争打响后，芬兰、瑞典立刻递交入约申请，两国无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环视四周，俄罗斯已经彻底孤立无援，唯有倒向中国这一条路可走。俄罗斯此次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无疑开罪了全世界。尽管普京一再强调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基于俄罗斯受到了威胁，并罗列出大篇历史和现实理由，但从现实来看，普京的解释显然成效不大。这一点从联合国要求俄罗斯停战并撤军的投票票面就能看得一清二楚。181个国家参与投票，其中141个要求俄罗斯立刻停止侵略行为，只有5个国家支持俄罗斯。在联合国本就深受美国影响，并且西方世界掌控着国际舆论主流的背景下，俄乌冲突的污名化，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反对力度都会空前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结束，俄罗斯都会陷入全面的政治孤立与严重经济困难。要想解决这两大难题，俄罗斯只能彻底放弃对西方世界的幻想，转而与中国站到一起。基于中俄之间已经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加上中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国内完备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体系，俄罗斯在摆脱政治孤立，谋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必会向中国伸出援手。这是全世界可以预见的。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所言，提到俄罗斯的好朋友，首先就是中国。而为了牢牢稳固中俄友谊，俄罗斯在决定倒向东方后，一上来就给中国送了一个又一个大礼包。2023年5月初，普京突然宣布将向中国开放远东出海重镇海参崴。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俄罗斯远东建设落后，众所周知，海参崴堪称是整个远东最重要的城市和港口。这里是俄罗斯亚洲版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贸领域，它是远东最大的贸易港，是俄罗斯与亚太展开经贸合作的重要门户。港口货物吞吐量占据远东港口总量的大半比例。政治领域，这是远东的政治枢纽，俄罗斯影响力投射到远东和亚太的关键。军事上，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门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之一，守卫着俄东翼国土。正因海参崴的地位至关重要，俄罗斯才一直没有向中国开放这里。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不断主动推进中俄合作，黑龙江大桥建成，中吉乌铁路提上日程，西伯利亚2号管道开始建设。再到去年5月，普京甚至将海参崴这张牌也打了出去。中国获准进入海参崴后，就可以借助这一远东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将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市场。且从此吉林省拥有出海口，这对整个中国东北的贸易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然而这还不算完，就在莫斯科方面宣布海参崴对中国开放的几天后，库页岛也传来好消息，俄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开发岛上资源。库页岛向东可以进入太平洋，向南直逼北海道，战略价值极高，且这里矿产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将这样一块肥肉主动分给中国，足以见得俄罗斯对加强中俄关系的诚意。据库页岛方面传来的消息，50多台中国施工设备已经从东北运往库页岛准备施工，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座座飘荡着中国国旗的火力发电厂、能源开采厂就会拔地而起。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中国的让步还体现在竭力确保人民币被用于两国间的投资与合作，放行中国与中亚5国召开峰会，规划对中国粮食出口新贸易线路，不再干涉中国对前苏联成员国的投资，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坚决支持中国。为确保不会失去中国这个盟友，俄罗斯可谓是付出了血本。而在俄罗斯砸向中国的一个个大礼包中，殊不知最贵重的还是俄乌战争本身对中国的利好影响。立足于客观角度，俄乌冲突固然让俄罗斯自身陷入困境，但对于中国而言，两国战争却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其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帮中国大大分担了来自美西方的施压，为我们争取了几年埋头发育的时间。
俄乌战争这一仗直接将美西方和俄罗斯彻底卷入纷争，置身于乱局之外的中国反过头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俄乌冲突前，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心腹大患。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战都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拜登上台后，继续延续前任政府的联合狡猾政策，试图集中力量彻底将中国击垮。然而，俄乌冲突的发生直接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了大半过去，对华制裁只能暂时延缓，力度削减。此前，美国一度试图打造针对中国的全球联盟，但全球联盟的本质是扩张，而美国目前对中国实施的是收缩战略。收缩与扩张之间是能力与意愿的庞大缺口，于是美国开始出现力不从心现象。眼前的乌克兰危机要求美国在两头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只能出于西方世界的安全利益、霸权维系等多方面的考量，优先动用力量制裁俄罗斯。为此，白宫不得不重新划分战略资源，对华制裁势必被削弱。当然，国际社会对目前中美俄三方关系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美国恰好可以利用此次西方世界空前团结、携手对付俄罗斯的机会，趁机打响对中国的全方位围剿。但与此同时，一旦美国对华用力过猛，将完全有可能将中国彻底推向俄罗斯，加速中俄战略同盟甚至是军事同盟的达成。显然，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想有效遏制中国崛起，又不想看到中俄联手的场面。目前，美国人并未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当前美国大选、特朗普遇刺、拜登退选等一系列特殊或突发背景下，美国愈发没有寻找平衡点，从而解决对俄对华政策的精力。而在美国尚未明确对华打压政策之前，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中国无疑是利好消息。再者，西方世界目前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实则暗流涌动。美西方之所以能形成对俄制裁联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战争的愤怒和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彻底站到了统一立场。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看清，美国操控北约东扩才是欧洲爆发战乱的根本原因。美国人在牺牲欧洲的利益，换取自身霸权的维系。随着俄乌冲突逐渐偃旗息鼓，势必会有越来越多欧洲国家认清事实，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不断发酵。如此一来，美国试图联手欧洲打压中国的意图愈发没有了信任基础。站在这一角度，俄罗斯主动挑起的这场战争，再度为中国分担了一部分来自美国的火力。从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朝着西方靠拢。然而，北约的一次次东扩，美西方的联手打压，终于让俄罗斯意识到西方阵营根本没有莫斯科的容身之地。于是，普京政府果断壮士断腕，全面转向东方，并连续抛出一个又一个诚意满满的大礼包。但殊不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其实是战争爆发带给中国的喘息机会。目前，在俄乌战争没有彻底落幕，巴以冲突也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要承受的压力又轻了一些。待美国人从自己一手酿成的境遇中抽身时，中国会发展到何种地步，谁也无法预料。而这就是俄罗斯给中国最大的礼物。